我们所处的世界就是一个魔幻现实世界，生活中的种种现象矛盾而又滑稽。书本上总是告诉我们要大公无私，但现实中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却寥寥无几。书本中到处宣扬平淡是真，淡泊名利，但现实中却处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那些所谓的传教士总是挥舞着手臂，循循善诱，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们。我们听得入了迷，仿佛被施了魔法一样，牢牢记住他们的每一句话，严格遵守他们的规定，乖乖地听从他们的教导，不停地点头，深表赞同。但转眼间，传教士掉头摇身一变，追名逐利，纵情挥霍。晚上当红女星早已暖好了被窝，温柔乡里只等一起高潮。从小开始，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做一个好人，在所有我们接受的一切所谓正确的教育中都含有这种意思。为了满足父母的期望，我们听话顺从；为了赢得老师的喜欢，我们勤奋学习，规规矩矩。但当我们的行为偏离这些规范时，我们就会立刻受到指责，被贴上坏人的标签，面临被疏远和歧视的风险。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我们发现总是谦让和寻求他人赞许并不是成功的有效途径。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继续这种行为，甚至已经习惯了，无法自拔。有时候我们尝试做一些自私的事情，但往往会因为根深蒂固的习惯而感到苦恼。在我们所受到的教育的预言里，总是要求我们像绵羊一样听话，像兔子一样温顺，而当豺狼出现时，立刻乌云密布，腥风扑面，我们只能无助地看着危险降临，瑟瑟发抖。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能够从这些看似美好的童话教育中清醒过来，换一个狼的角度看世界，而大多数人仍然沉迷于虚幻的美好。当他们平庸一生，老眼昏花，坐在轮椅上回想一生，后悔不已地仰视着那些成功者时，忽然才意识到那些童话教育中的故事全是狼讲的。你认为的事情，你认为的观念，其实都是错的。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和自身，取决于我们对它有着怎样的理解和认知。我们基本上都是在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我们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第一个蓝本。在此之后，随着我们的知识与眼界的提升，蓝本会不断的升级，但是某些具有社会普遍性的观念与思想却是一直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头脑之中，成为奴役我们的思想核心。在没有踏出校门之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缺乏充分的社会阅历，所以头脑里会充满了对世界应该是怎样的设定和幻想，这些想法大多是由我们所处的环境塑造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通常是基于学校里的那些有意设计的，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明确倾向性的课程，和我们在家里的所听到的教导。这两方面的影响就基本塑造或者扭曲了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想想看，大多数人在成年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教育，或者说公共教育，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比家庭还要大。这里说的教育，主要是指在学校里接受的一切公共教育，包括我们学到的知识、学校的规章制度、老师的授课内容，还有和同学们的互动。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接受公共教育呢？最关键的原因是，当我们对这个世界还一知半解的时候，那些反复灌输给我们的思想和观念，会深深扎根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基础。这些早期的教育对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们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所以我们被灌输要认真听话，要服从命令等教条，以及社会是公平的，努力就会有回报等等的价值观。这些所有的教条和价值观都会成为我们认知的最底层的逻辑。后现代的社会建构论认为，绝大多数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纯粹是社会教育、洗脑、灌输而建立的。也可以这么说，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认知，有什么样的认知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轨迹。如果说人生轨迹总是要通往终点的话，那么教育就是那个起点。那么教育是如何而来的呢？讲到这里，不得不扯下管理学的内容。任何管理的目的都是建立与维护某种秩序，这当然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从雇佣开始，管理就出现了。当某一项生意有利可图，而一个人的力量又无法顾全时，他就会雇人替自己干活，让别人来补充自己的某些能力，比如体力、技能、时间、注意力等方面。雇员必须服从于一个大脑，他的行为要体现雇主的意志。为了方便控制，高效率地将这些事情做好，实现自己的利益，雇主要保证他们不会与自己同床异梦，因此就有了洗脑的必要。
这也是公共教育的原始起源。目的是让他们服从于同一种思维，去执行同一种选择，就像设计好的程序。下面让我们聊聊社会阶层这个话题。在社会阶层分布中会出现如下规律。从古至今，人类社会一直都是一个金字塔体系，越往上人数越少，但掌握的财富和智慧却越多。反之，越往下人数越多，但智慧和财富却越少。想想看，底层的人最多，但他们往往缺乏知识，而顶层的人虽然少，但他们却拥有丰富的知识和资源，享受着社会带来的各种好处。这种现象就像是一个规律，智慧总是控制着无知，有知识的人总是统治着那些知识较少的人。尽管人们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对此感到不满，但说实话，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情况可能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在金字塔结构中，或者说在今天的社会，在任何人那里，信息都是发达的。然而，是否真实却不一定，它取决于你所处的阶层，以及信息的来源、目的和你的判断力。社会分层中，底层是大多数普通人，即劳动者；中间是管理者精英；上层是少数领导者。位于上层的少数人，自然要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从意识形态的传播角度来定义，所谓的教育就由此而来。社会分层就可以划分为教育员、教育传播者、教育受众。中间的精英阶层除了监督和管理职能以外，还有另外一层的功能，即传教士功能，负责传播符合上层利益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这些人也经常是隐形的，你几乎分不清他们的职能，但他们却真实存在于信息传播和管理培训的每一个环节中。公共教育和媒体宣传都是洗脑的方式，让你服从上层的规则，让穷人更穷，让有志于成功的人更听话。文明的规律就是强者驾驭弱者，智者管理蠢货。赢家通过洗脑建立属于他的可控秩序，然后去控制他的组织效率，利用人们的智慧或体力为他赚钱，提供服务。大自然的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依旧适用。我该怎样在阶梯中向上爬？这是第一层的人共同的问题，他们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让自己更上一步，摆脱现在的艰辛生活。而传教士则会告诉你，只要你相信他们的训导，遵守他们制定的规则，你就能赢得一切。这样不知不觉中你就被套上了枷锁，如同被蒙上眼睛拉磨的驴子一样，日复一日，原地转圈。真正的秘密从来不是大众在生活中讨论的，而是深埋在塔基之下。赢家从来不会主动告诉你这些。在思想上，精英阶层帮助上层统一民众的思想，告诉人们怎么做才是符合于道德和利于个人公民的。他们共同努力，让民众自觉地向这个方向发展。一只狗熊在舞台上表演，它的技术纯熟，不时玩出惊险的动作。它是一只训练有素的狗熊，不是吗？多数人都能想到，但你一定要看到的问题是，为什么表演的是狗熊，而收钱的却是驯兽师呢？成为善舞的狗熊是一个悲剧的目标，因此你不能盲目地相信老师的话。教育的宗旨是为驯兽师培养越来越多的狗熊，这里不是驯兽师学校，而是狗熊表演培训班。好了，到这里我们已经讨论了公共教育的原始起源，以及公共教育的功能性目标，但这里需要补充一下，在古代，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是没有所谓公共教育这个概念的，但具有等同功能性目标的，既可以是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可以是中世纪欧洲的宗教信仰。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古代的私立教育。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教育大多是通过讲学或者家庭教师来进行的。在中国也有私塾这样的形式，但这些教育方式和今天所说的公共教育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面向的不是底层大众，而是特定的社会阶层。只有那些上层社会精英阶层，或者即将成为精英的人，才有资格接受这样的教育。让底层民众普遍受教育，从来就不是什么人人平等的权利或者上层的恩惠，而是近现代战争及工业化革命的产物。历史上最早的面向底层民众的公共教育制度是普鲁士时代拿破仑战争时期确立的。公立教育本身就是为了提前对普鲁士人进行驯化，为普鲁士军队提供合格的螺丝钉。用大白话讲，就是普鲁士学校的真实目的是把孩子送进学校，提前摆脱农民自由散漫的习惯，学会服从和整齐划一，以便成年后进入军队，尽快成为合格的士兵。追溯到这个源头，我们就明白了，当时普鲁士学校的原型其实就是兵营，老师就是长官，
是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力资源加入到普鲁士的战争目标中。今天全国统一教材、强制入学，还在日本流行的立领普鲁士校服，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实际上，普鲁士校服就是普鲁士军装的简化版。统一服装就是为了让学生在学生时代就熟悉军队整齐划一。普鲁士人的初衷并不是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大量炮制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国民。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价值观，让他们服从包括父母、老师和教堂在内的权威，当然，最终要服从国王。在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的进行使得社会需要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普鲁士教育体制虽然起源于战争时期，却在工业时代被广泛应用。美国基本照搬了普鲁士的教育体系，这一举措能够大力培养顺从且遵守纪律的劳动阶层，能够培养大量的标准化产业工人，为工业化大生产输出了大量劳动力。除了美国，这个体系在19世纪也被其他欧洲国家仿效，并推广到欧美以外其他国家。东亚三国在19世纪末，为了追赶西方列强而开始引进这种现代教育制度。如一种病毒，从欧洲蔓延到美洲，再到亚洲。随着各国对本国教育体系的改革，拉通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系统教育模式，主宰了人类自孩童到成年近20年的漫长时间。这种现代教育体系便统治了整个地球，直到如今。这段历史课本上根本不会去教，大多数人也根本不知道。多数人都认为公立教育有着崇高的使命，那就是为了培养好公民，以及为了使每个人最大地发挥作用。但如果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学校的现实与之相距甚远。现在这种教育体制把人驯化为只能为大集体效力的螺丝钉。战争时期是预备士兵，现代是职员和工人。工业革命以来，企业要实现高度集中的大生产经济，必须建设这样一种秩序。公司雇员得甘愿依附于流水线标准化作业，人得成为被动接受的盲目消费者。为此，就不得不驯化个人的心智，取消不同的声音，标准化人们的头脑，对人类行为加以控制。因为具有独立心智的人是高效管理的障碍，这与政客的利益诉求一拍即合。学校教育作为实现手段得以强势推行。看看历史上的政治家、企业家、教育家、评论家是怎么说怎么做的吧。门肯在1924年4月号的《美国信使》杂志上发表了对教育的见解。他声言，要把知识灌输给年轻一辈，或者启迪他们的智慧来作为教育的目标，这实属谬误。他只会把每个人都降低到同一平庸的水平，培养和训练出一群整齐划一的民众，消除意见和创造性。这才是美国政府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其他各处政府的目标。1909年，伍德罗威尔训任普林斯顿校长时，对纽约教师协会的讲话：我们应当让一个阶级接受自由的教育，让另一个阶级，如果必要，放弃接受自由教育的权利，以使自身适于完成特定的艰苦的体力劳动。1889到1906年间的美国教育部长威廉·托里哈里斯在他的著作《教育的哲学》中说，99%的学生是自动操作，小心翼翼地沿着规定好的道路走，认认真真地遵从规定好的习惯。这不是意外事件，而是大众教育的结果。因为科学的来讲，大众教育是对个人的吸纳。1896到1920年间，洛克菲勒普通教育管理委员会发表的使命宣言会让你大吃一惊。这个宣言有多种形式，下面引用的是1906年题为随机信件1号的版本。我们梦想着人们完全被驯服，任凭我们揉捏塑造。教育不是为孩子今后的人生做准备，而是让他们成为时代所需的劳动力，确保各行各业拥有足量的低技术工人。我们不想使这些人或他们的孩子成为哲学家、学者或是科学家。我们不会在他们之中培养出作家、教育家、诗人或文人。我们也不会在他们中寻找伟大的艺术家、画家、音乐家、律师、医生、牧师、政治家或政客的萌芽。这些我们自己已经有大量人选。1872年4月，美国教育局发出通告，提到所谓的教育性质的问题。教育局说，向工人灌输不必要的知识会使他们觉察到自己的冤屈，引发可怕的工人斗争。最好能避免这些。安德鲁·卡内基在《如何工业帝国》一书中写道，只能教育必要的东西，而其他内容会使劳动力受到虚妄的思想的腐蚀，从而讨厌平时的生活。这些原始资料引用只是冰山的一角，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些资料时会有什么感受，但当我看到它们时，我感到了一种彻骨的寒冷，就像电影《黑客帝国》中那些刚从营养液中醒来的生物电池一样，
感到震惊和恐惧。原来，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其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促进我们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它更像是在培养一批批听话高效的工人和职员，就像是训练士兵一样。这种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成为社会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而不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我们在象牙塔里学习，经常盲目自大地认为我们从课本理论和学校的教导中把握住了现实世界，其实我们只是被别人的意志所驯化，按照自己极为狭隘和扭曲的理解去误读了现实世界。在《黑客帝国》里，孟菲斯对尼奥解释母体的实质时说，母体是什么？是的，是控制。每个人正是影片中的尼奥，终其一生受操纵和影响着，哪怕明知道这个世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却根本不知道是哪里不对劲。它如《黑客帝国》里的母体 Matrix 一般，从你开始形成自我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却无影无形，难以察觉。它并非实体，它是一套人造的、虚无却真实的矩阵。如同尼奥吞下那颗红色的药丸，从而醒过来一样，一旦你了解到公立教育的逻辑，就能尽自己所能，尽量避开他设下的陷阱和机关。如果你已经为人父母，你要清醒地认识到，学校要把孩子训练成雇员，你就应当教你的孩子，不光要学习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还要把他培养成首领和探险家。学校训练孩子服从，你就应当教自己的孩子批判和独立的思考。你应当要求你的孩子读严肃作品、成人的作品，涉猎历史、文学、哲学。所有这些话题，学校教师肯定只会浅尝辄止，甚至回避。上学的人害怕孤单，他们总是需要没完没了的电视、上网，以及那些浅浅的、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友谊，来给他们作伴。你要用孤独挑战你的孩子，让他们乐于与自己为伴，与内心对话。培养你的孩子独立的心智和性格吧，你的孩子应当过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能做到。如果你还在读书或者初入社会，你要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教育只能以自我觉悟为起点，认识真实的你。要想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得首先完成思维上的进化，既要学习课堂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又要从现实世界学习，从有亲身经验的人身上学习，跳出象牙塔，跳出书本，酸甜苦辣咸自己都去尝尝，培养自己的自我认知和独立思考。不然你将一事无成，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劳动力。好了，感谢你的观看，欢迎来到阿尔法雄性部落，我会继续分享我的观点，一起探索更多关于人性和强者的秘密。我们下期见。